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闲话的塔罗时间。今天要介绍的题目是未来1个月将迎接什么好的转变？上天给你什么建议？这是下集，可以复选哦，没有时间限制，何时观赏影片都能测试。这个题目因为选项太多了，所以我分成上下2集。很感谢大家对上集的喜爱，这次要继续讲下集哦。不管是单纯的上集或下集，或者横跨上下集，这些选项都是可以复选的。你可以只选择上集或下集的内容观看，也可以一起观看。那今天的指引卡是我制作的蝴蝶卡，蝴蝶不论在东方、西方都有蜕变和重生的意思。而我之所以只画一半的蝴蝶，那是因为正在转变的人，未来将变成什么样子还没有显现出来，就等各位去完成属于自己的转化咯。现在请大家在心中静静冥想问题，选择你喜欢的内容观赏。本集有第5选项蓝蝴蝶，第6选项靛色蝴蝶，第7选项紫蝴蝶，共有3个选项都是彩虹的颜色。不要花太多时间思考，请你以直觉选择，挑自己喜欢的几个选项。如果听了解牌内容觉得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情形，请重新选择，不要强行套入自己的情况哦。下集会用到的卡牌如下：第1个自制的彩虹色蝴蝶卡，第3 US Games 公司之窗景塔罗 Finistra Tarot， 第4 US Games 公司之黄金之轮塔罗牌 Tarot of Golden Wheel， 第5赫氏书屋黑 House 之智慧神谕卡 Wisdom of the Oracle Divination Cards， 第6 Doris Wenzel 所著的百合身心灵整合工作室翻译出品之彩虹卡 Rainbow Cards， 喜欢的人可以自行上网查询哦。嗨，第5组的朋友，你抽到蓝色蝴蝶卡，蝴蝶代表蜕变和重生的意思，而蓝色是喉轮的代表色。喉轮就如同它的名称，位在甲状腺和喉咙的地方，元素是声，声音的元素是风，是一种流动、共振、共鸣的能量。呼吸的顺畅度更是代表着生命的强弱程度。失衡的喉轮会有喉咙不舒服或甲状腺失衡。这组朋友不管男性、女性，年纪如何，工作和生活中比一般人更需要常常用到喉咙。但是喉咙用久了，如果不保养，你的喉咙就会出状况，可能会有咳嗽、喉咙卡卡的。如果是心理因素影响讲话的意愿，就会让你讲话吞吞吐吐，说话会有大舌头的情形。有的人还会有健康方面的甲状腺失衡等情形。让你喉咙不舒服或讲话吞吞吐吐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以下我们就来看塔罗牌。你抽到皇帝牌的逆位，教皇牌的正位。这组朋友如同我刚才说的，你常常会需要用到喉咙，例如发号施令、演说、沟通、表达自己的意见、协调、话语表演、传授知识、咨商、服务人群、传道等等，还有综合新颖事务性的工作，只要长时间运用喉咙，连助理、秘书都算哦，范围非常广泛。这组朋友最近因为你们的大老板、总经理或高阶主管等级的管理职人员，也就是有决策权的主管层，虽然本身实力不足，却还是要求你及其他下属要听从他的命令。指令有错误，也没有一致性，无法听从其他人的意见来修改政策。专断独行，有些自私，让大家敢怒不敢言。但是没有人愿意真心追随那位主管，导致公司业绩不好或是效率不佳。然而身为员工的你，很多事情想要建议却不敢说，怕主管生气，所以会把心事还有建议的话都憋在心里。
而这组朋友如果有看上集的影片，会选这组的人，也有一些人会选上集的第一组红色蝴蝶和第二组橙色蝴蝶，因为你们都遇到了难搞的主管，而让自己心情焦虑不安，情绪不稳定，这也会让你不愿意敞开心房，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。这组朋友有少部分的人自己就是大老板或高阶主管，属于性格比较严厉固执的人，可是本身的实力没有得到周围人的认可，下属多半会阳奉阴违，不太愿意认真配合，让你感到心累，你也不愿意再多讲什么，或是因为太多事情要交代了，话说得太多，让你的喉咙不舒服，你就需要多休息。还有些人，虽然你没有工作，但是你的爸爸、哥哥、丈夫或男友对你有沙文主义的思想，给你很多限制，很专制，不给你讲话的空间。当他们状态好的时候，是会呈现负责任的传统男性形象，但是当他们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却会变成无理霸道，压得你喘不过气，更不用说有讲话的机会了，让你觉得生活非常压抑。那另外有这组朋友，可能有些人是传教的神职人员，或是教师、心理咨商师、医师、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、警察等等。你们的话语本身就有一定的分量，有崇高的宗教道德观念和疗愈能力，在社会上有其专业度，能指引人们，帮助人们判断是非善恶，或是给予人们心中温暖。但是有部分的朋友都不是上述的工作，只是普通的上班族，例如助理、客服人员等等。你们会遇到值得你信赖的宗教、心灵导师、贵人相助，让你心灵放松，并且听他们开示，让你愿意表达内心的想法，找人聊聊心事。另外，这组朋友有极少数的人甲状腺有点状况，不管你是甲状腺机能亢进或者是低下，都请你要去找医生看诊和咨询哦。那接下来我们看1个月内会有什么样的转变。你抽到宝剑6的正位，还有节制牌的逆位。这组朋友这段期间你将摆脱喉咙的问题了。如果你是因为急性或是长期疾病引起的喉咙问题，你将找时间去医疗院所就诊。如果是心灵造成的说话问题，你也会适当休息，去旅行，和朋友或家人或恋人相聚，来放松心情，也让你转换一下心情的沉淀。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，让你开心，将有助于你增加自信和言语表达，也能增加你对于同一件事情的思考角度。所谓山不转路转，换位思考，也能得出新的解决方法。另外，因为你本身善于沟通、协调、组织能力强，不管你是什么职业，总会有人觉得你说话很有分量，或者是说话很公道、思考周全。这是你协调周围的人，结合你和他人过往经验所得来的做人处事之道。可是，当你听取太多方的意见的时候，尤其是各方意见分歧太大，各家自私自利的意见而无法达成共识，这时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勉强大家要统合成符合所有人期望的总意见。你应该听听内心的声音，暂时别再去听别人的意见，放胆说出你自己认为很好的想法。你会意外发现，你自己的想法更能符合大家的期待，更快达成共识。而出发面对和短暂逃避，或者是偶尔独断独行，这些转变对你而言不太容易。你其实为了喉咙和说话的问题困扰好一阵子了，很想要改变。如果你是因为疾病带来的喉咙问题，有些人可能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，有些会产生后遗症，还有些人因为天气变化导致气管过敏等情况，要去医院就诊。
如果你是因为心理因素，就暂时去放松，转换心情。对于常要出面协调、讲课、评断是非等等类型的人，有时不听、不看、不去想不相干者的意见，让自己沉淀在最纯粹的境界，反而更能知道什么是真理，或是想出更好的协调方法。可是我不是要你永远拒绝别人的意见，或者是别人帮助的方法。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取舍决断在你心中，自有一把尺。不要专断独行，也不要来者不拒。就像喉轮位于你喉咙的中央，要让话语在你的气管、咽喉自由穿梭，就只是中庸之道而已。那我们来看看上天给你的提醒或是建议。你抽到智慧神谕卡的4号牌，更高的力量 Higher Power。 这组朋友，你天生与上天的灵性能量有所连结，你的直觉力一直不错，只是碍于现实考量，我们学习太多理性、逻辑、计算、实验等等需要统整演算的判断技巧，以及社会风俗、伦理道德、法律规范、社会地位、权利义务等等条条框框，故意隐藏我们内心的直觉，那最纯粹的善恶、好坏、优劣，导致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敢提意见，不敢评断，也不想回答，生怕说错话、站错边、被排挤、被处罚等等，宁愿选择安静，选择关闭你的喉轮。所以上天送你这张卡片，就是希望你了解，你身后是有神灵当后盾，不要因为社会化、生活上的压力而歪曲了真正的善恶优劣判断。当你习惯长期沉默，你的喉轮更难打开，这会影响到你以后说话的每句话，你会顾虑的更多，生活会很累的。现在来看上天送给你的话，我送给你2句话。第一句 Giving and receiving is one， 在真理中，付出和接受是同一件事。这组朋友大都是有能力付出的人，也多是愿意付出的人，心肠比较柔软，喜欢帮助别人，帮助他人，或者是帮人家解决问题。你的言语是具有某种神圣的力量，能够影响别人的。但是当你付出的时候，你要想想自己的极限。当你付出越多，消耗自身的能量越多，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，接收一些好的能量。那种接受不是叫你去向别人讨帮助、讨回馈或是要人情，而是要你可以适时的补充自己的体力、知识、健康，让自己保持在良好的状况。例如，让你自己去上课，放松自己。若是生病了，就去找医生看诊，或是找中医师调理你的身体。心里若是不开心，就去找亲朋好友聊聊，或是其他咨商师，或是宗教的慰藉。总而言之，你要接受那些好能量，也就是为自己补充正能量。当然，如果受你帮助的人自愿给你回报，你也可以开心接受，那也是好的能量，就去接受吧。你才能以更好的状态继续付出，因为付出和接受都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虽然付出和接受太阳不同，对你而言同等重要，这也是你今天会选这段影片观赏的原因哦。那第2句话是 I give myself the freedom to have a new and glowing experience。 我给自己去拥有崭新且发光的经验。这组朋友，上天希望你不要因为舆论压力、别人的意见和期待，而让你说话做事都不自由，绑手绑脚的。如同刚才给你的建议，暂时不要太在乎别人的想法，看看自己内心的那一道光。所谓内心的光，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，说穿了就是你的直觉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假设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上司却单纯因为他心情不好，
而以难听的字眼辱骂你。你碍于现实不敢回嘴，但是你内心觉得这样不好。你的不满和愤怒就是你的直觉所引发而出的。你为何会不满呢？因为内心那道光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就被人辱骂，即使对方是上司，那仍然是不对的事情。你只是不敢对上司说出口而已。你抽到这张牌，就是上天在提醒你，你可以改变这个情况的。当然不是要你直接找上司大吵一架，也不是要你和他就撕破脸了，是请你依照你自己的个性去表达意见，至少等上司气消了再来谈这件事情。如果你愿意去表达你的意见，不一定马上有效，但是因为你有了勇气，上司也知道你不再像以前那么软弱，情况会有所改变的。人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，往往都是一念之间。人不一定能胜天，但是至少能战胜自己过往的软弱哦。第五组的朋友，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，请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嗨，第六组的朋友，你抽到靛色蝴蝶卡。蝴蝶代表蜕变和重生的意思，而靛色就是介于蓝色和蓝紫色之间。靛色在七大脉轮中是眉心轮的代表色，眉心轮又称为第三眼，就是觉知的意思，位在双眼中间所在之处。精确的去划分位置，就是脑下垂体和松果体的所在之处，也是身体能量最关键的指挥中心。当眉心轮失衡时，容易会有失眠、莫名担忧、思绪不集中等问题。这组朋友，你最近有负面情绪，容易失眠、焦虑，有时过于偏执或过度理性，无法放松，对自己或他人过于严厉苛刻。焦虑和偏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以下我们就来看塔罗牌。你抽到权杖2的逆位和钱币8的正位。这组朋友大都做事严谨，思虑周详，喜欢一切都先规划好，不喜欢突发状况或是出乎意料的发展，这会让你措手不及。所以为了预防突发状况，计划一定会事先拟好，不管你有没有写出来，在脑中也会先沙盘推演一番。有的人甚至连可能会发生的好坏结果都预先想好对策，偏向完美主义的人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即使计划再周全，人生在世总有突发状况。对于喜欢万事都未雨绸缪的人，遇到突发状况会让你焦虑紧张，怕如果处理不好，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，也害怕别人因此对你失望，或是你会失去很多现有的东西。这组朋友大都是烦恼进修、学业或和工作相关的事情，你很专注在你眼前的计划。学业、工作或职务上，除了专心，你还有很强的毅力，才能够一直那么努力。这组朋友，虽然你不全都是土象星座的人，但是你表现出土象星座，也就是摩羯、处女、金牛座的执着和毅力特质。但是你把重心都放在这里了，有时会太过钻牛角尖，得失心太重，让你对每个细节都很小心，反而会影响你的表现。太过紧张，更是无法面对突发状况。越是害怕失去，最后你会发现，除了得到更多焦虑，你失去的事情反而更多。那来看这个月你将有什么转变呢？你抽到钱币7的正位，宝剑1的正位。这组朋友，你真的太过认真了，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习惯计划再计划，演练再演练，就是想要
尽全力做到最好。这段期间，你还是会继续的努力，但是你知道，对于正在努力的事情，要暂停一下去审视现况，不会像以前一样从头到尾低头蛮干，会将一件事情分阶段去设计、去计划，分段执行。每一段做好之后，再往下一关去执行，直到事情完成。虽然以宏观的眼光来看，都是完成一件大事，但是现在你分段完成，能减低你的焦虑，也能让你中途暂时休息一下，并且评估目前的方法是否需要调整，或是继续下去。另外，这组朋友有些人在这段期间会接触崭新的挑战，即使那是你从未接触过的事情，也能以过往的经验好好的去努力，想出新方法来应对。有的人面对之前的挑战和计划，会有崭新的眼光，想出新的道路，朝向未来的胜利前行。不管是新旧议题，你都能保有逻辑思考，理性有计划的去实行。若是需要谈判或是与人沟通合作的项目，也能够按计划实行。审视过往和新眼光、新想法，不是像平常从头到尾蛮干且墨守成规的你，确实是一个大转变。这会帮助你做事更有效率，减低你的焦虑感，增加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。那我们来看看上天给你的提醒或建议。你抽到智慧神谕卡的17号命运牌 The Fate。 这组朋友，当你审视过往和新眼光、新方法这样的转变，以前你还不太能接受，因为你是个认真，有时有点执着的人。当你状态好的时候，你的执着是好的，专注于完成某件事，十分有责任感。但是当你状态不好，或者是观念方法走偏了，你的执着变成一种偏执，会让周围的人也抓狂，也会让你自己有时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。所以上天给你这张牌，希望你对于人生中不能改变的部分，就放下执着，学习接受和放下。当你内心真的放下了，你才能在计划实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好好的审视之前哪里需要修正，未来应该加强或是减少哪些部分，而不是像以前傻傻的很执着，就想要一直往前去冲。不管你自己的方法是否有错误，这样反而浪费很多时间重来，或是懊悔那些部分为什么不懂得变通呢？当你面对未来，以新的眼光和思维去面对命运给你的新挑战。人要往前看，不要一直回头懊悔，固步自封。当你该改变的时候，要知道变通。时间的齿轮是一直在转动的，人生也是瞬息万变。旧思维固然有其价值，但是也要适应新的世界，改变成新的方法，才能更成功。这样好的转变是上天给你的恩赐，这是命运必经的过程。而上天给你的话是 I'm aware and decisive and see particularly increases a chance to learn and grow。 我了解并果断地在危机中抓住学习与成长的机会。这组朋友很怕会遇到突发状况，但是人生无法事事如意，总是有很多非预料的情况。只要你拿出实力，以平常练习和之前的逻辑思考，即使是新问题、新状况，也能够用旧的经验去找出新方法来解决。在这样的危机中去学习新方法，累积经验，你是会成长的。在企业管理学有专门的危机管理学科，是一种组织或企业对待危害组织、股东或公共大众行为的重要事件流程。对于组织的威胁、突发状况，需要在短时间决策重要事项。这与风险管理不同，风险管理是发现潜在的威胁，找到应对机制，
而危机管理是应对已经发生的威胁，涉及更广泛的管理学定义。它涉及需要去鉴定、评估、理解和应对严重情况的技能和科技。不管是公部门或是私人组织企业，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，都是很需要危机管理的。上天送给你这张卡牌，就是要告诉你，危机就是转机，只要你好好把握，黑土也能变成黄金。不要怕危机与改变，好好的去面对它，并且学习其中的经验，加上你天生的执着和毅力，你的人生将能比别人创造更多成功。那第6组的朋友，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，请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嗨，第7组的朋友，你抽到紫色蝴蝶卡，蝴蝶代表蜕变和重生的意思，而紫色在7大脉轮中是顶轮的代表色。顶轮位在头顶处，以穴道来看，就是百会穴的位置，它影响着我们的大小脑、脑干等系统。元素是空，同时也代表着无限和灵性的世界。顶轮跟我们的海底轮相贯通，海底轮就是我在上集提到的，位在人的膀胱系统附近，代表土、大地，而大地是一切万物的源头。根基一定要稳固，我们才能够向上延伸。当你的顶轮失衡，你会有头痛、爱做梦，还有喜欢虚幻的事情。这组朋友，你最近无法跟你内在灵性的本源连结，感觉宗教也无法感动自己，或是灵性也无法带给自己支撑的力量，自己很难再与世界产生信任，容易胡思乱想，有时候甚至很失望地认为连神明都离你而去了。那会让你如此焦虑不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那我们以下就来看塔罗牌，你抽到的是宝剑侍者的正位和钱币9的正位。这组朋友，你天生感知就比较敏锐，那见为支柱，有时候你一点点风吹草动，你就会联想到接下来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的直觉力虽然不能够直接拿来当做赚钱生财的工具，无形中也帮你趋吉避凶，让你避免重大灾祸。前阵子你经历过一些危机或是风险，让你害怕之后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，或是发生不好的结果，让你精神无法放松，无形中都警戒着。如果眼皮无故跳了，或者是晚上做些奇怪的梦，或者看到了一些天使数字如111、777等重叠数字，你就会想，是不是上天给你什么警示呢？另外，这组朋友有部分的人会有遇到别人悄悄观察你一举一动的情形，虽然你没有立即的危险，但是他们观察就是行动的前哨战。如果你知道谁在观察你，你要小心对方之后的行为。那另外，这组朋友，你本身经济条件不错，生活还算惬意。如果你本身投资理财，投资也有点进账。当你的事业、工作上也是顺心如意，有伴侣的人也是甜蜜。那没有伴侣的人，你也是单身贵族，有人会暗恋你。知道之后呢，你要不要接受它，就看你自己了。总之，你在外人的眼中看来，生活是很令人羡慕的，看起来物质生活一切都很美好。不管你有没有伴侣，都很希望能有人了解你内心，因为你自己内心有点空虚，找不到可以和你深度交谈的灵魂伴侣。以白话来说，就是没有找到无话不谈的知己。还有你要注意，要小心太过自信，有时候会招来周遭人对你的嫉妒。
觉得你太过嚣张，行事还是低调一些，才不会让小人眼红。那我们来看1个月内，接下来你有什么转变呢？你抽到宝剑10的正位，钱币6的逆位。这组朋友，先来看看这张宝剑10的牌。除了这个插满10支宝剑的人，你往后看看背景，阴暗的天空马上就要放晴了，晨曦的太阳光要照亮这个世界了。黎明就代表你之前发生的危机和痛苦即将解除，你也会渐渐接受自己的不足。失败为成功之母，以旧的经验为养分，去寻找新的道路。不管你的工作、课业、感情世界，还有那些过往的痛苦，除了让你在现实的世界化为成功的基础，也是刺激你通往灵性跟疗愈的世界，打开与宇宙连结的钥匙。或许你会感叹，为何上天要让你经历这么痛苦的事情？但是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意义，上帝关了一扇窗，就会开启另一扇窗。你之后会发现，这世界上有其他更多以前未知的世界，比以前你留恋的那些更多彩多姿，更适合你。我记得梁静茹的《分手快乐》歌词里写道：挥别错的，才能和对的相逢。看透彻了，心就会是晴朗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张牌。另外这组朋友这期间会希望能够帮助别人之后有所回馈。这些人在这阵子会觉得你以前付出的与回报不成正比，不管工作、生活、感情，你都觉得自己付出很多了，回馈却很少，不成正比，或是得到的评价很低，甚至被人家觉得你以前的付出是另有目的，曲解你的好意。有些人则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虽然表面没有说，内心是希望为了卖人家人情，或是给予对方能够得到大笔的回报。其实接受的人是可以感觉到你的想法的，虽然这是人之常情，也不能说想要回报就是错，但是你希望回馈的目的性和暗示意味太强了，这样的帮助会让接受者压力太大，以后大家就不敢找你帮忙了。还有很少数的人本身是大老板或高阶主管，以捐献或帮助之名来掩盖其他目的，这部分要小心。当捐献和帮助有不良善意的目的在其中，捐献就会变调，甚至有伪善的骂名。在这个社会化的环境，大部分人在接受你的好意的时候，都会自己回报给你。只要你出于好意去帮忙别人，就算你内心是如此期待，只要不要讲出来强迫他人回馈，大家都会自动回馈给你。有来有往，人和人之间的连结常常就是这样互相帮助来加深关联性。那当你痛苦结束之后，来迎接新的人生和希望帮助能有所回报的时候，确实会是一大转变。这组朋友的人生在外人看来大多是顺心如意，一旦遇到不平的事情，你会沉浸在过往的伤痛之中，迟迟很难走出。有的人甚至会放大那些伤害，因为你会觉得人生对你而言怎么痛苦好像比快乐多。当你换一个角度思考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你去看看那些很悲惨的故事，或是和你有类似经验的人，比你更不如意的人多着呢。所以这次的痛苦过去之后，你会开始学习去看美好的部分，或者是去寻找人生道路其他更美好的风景，对你而言是一大进步。而以前你大都是施恩不图报的，但是付出太多之后，总是希望有人能回报给你。毕竟有来有往才会长久，付出和接受的天平在你心中要能继续平衡，人才会自在开心。这也会影响到你的灵性之路，让你更容易接收到正确的宇宙电波。
那我们来看看上天给你的提醒或建议。你抽到2张牌，智慧神谕卡的31号 Y， 还有22号牌 Blessed 的恩典。这组朋友，当你开始在脑中思考你为什么会遇到人生中所遭遇的一切，并且采取行动去解决，也去执行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因为你去思考那些动机而动了起来。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因为某件事情的契机，从询问为什么开始。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都希望学生们能多点发问，毕竟发问就是对这门学科的兴趣，有兴趣就会继续研究，研究若有所得，就会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。当你从上天给你的征兆去发问，去寻找答案的时候，那就是你渐渐发掘自己的灵性天赋。而这世界中很多无法用法律、常理、计算和逻辑方式去解释事情，并非不存在，而是大部分人都无法觉知。这组朋友，你能察觉一些特殊的事情，第六感和直觉力敏锐，这是上天给你的恩典。这种天赐的礼物不是人人都有，除了因为你有慧根，另外也因为受了一些现实生活的痛苦刺激，你才能提早发觉。上天送给人们第六感，只是大部分的人到老了都无法去察觉这个能力。这能力无关年纪、男女、职业、财富，只有特殊的人才会发觉。请让你的顶轮更加通透，来接受上天的恩典吧。那上天送给你的话是 I dedicate my life to exploring and fulfilling the visions that are in me。 我奉献我的一生去探索并实践我的愿景。这组朋友，灵性世界是没有任何教科书的，每个人前往灵性提升的方法都不一样，没有固定太阳，但是绝对不能把灵性当作敛财的工具或是诈骗的手段。不管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，都是可以开发自己的灵性世界，并且当作一生的课题去研究。有人曾经问我，有这种灵性的能力会怎么样呢？是能跟电影那些英雄人物一样厉害吗？或是可以知道乐透号码赚大钱吗？或者可以和神灵对话去变成灵媒呢？我在这里就回答了，其实电影的英雄人物就是漫画和电视剧和电影。就算你的灵性可以让你的精神世界环游世界各地，你的肉身还是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，不可能就像那些英雄人物那么厉害。至于知道了乐透开奖号码这种物质和欲望的事情，本身就不是灵性修行的目的。我非常不建议为了这目的来灵性修行。而且每个人一生会有多少财富都是注定好的，就算人一时之间用不正不义的方法取得了那些钱财，以后也会以更快的速度流失。甚至有的人还会祸延子孙，提早占用子孙未来的财富。那至于和神灵对话的事情呢，很多人平常都会去庙宇去卜龟，找大师卜卦，找庙公庙婆解签，或者是找占卜师算塔罗牌等等。一般民众你就会用方法去和神灵对话了。只是一般人你不懂他出来的卦象、签诗和牌卡的意思，大师们就是在帮你做解答的，他们是与上天的沟通者，是给你指引的人。那懂灵性的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说穿了呢，就是能够比一般人更懂得趋吉避凶。有时候有一些上天给你的征兆是要让你避开一些危险的，很多人看不懂，但是有灵性的人可以通过第六感马上做出判断。这不是经过理性思考，也不是逻辑，有时候仅是一种反射动作，或是当遇到一些事情，有灵性的人比较能够释怀，不会像一般人或以前那样子情绪起伏过大。继续提升灵性修行，
能够以自身经验，或者是透过工具帮助别人，疗愈别人，做更多好事，疗愈自己，也丰盛别人，这样子不是一举两得吗？那第7组的朋友，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，请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